截肢的初期是最痛苦难熬的，以往多年都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健康人，忽然间失去了某些肢体，心理上的打击自然非常大。吴书航也是一样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最难的是在心理上接受自己的残缺，然后才会在生理上攻克和弥补自己的残缺，往往都会经历一段一蹶不振的时光。吴书航一向心高气傲，又成了右军都督府的大都督，原本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，现在忽然变成残疾，就如同被泼了一桶冰水，就在他心中烦闷不已。望手兴叹的时候，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。他看了看时间，距离袁承泽离开已经1个多小时了。他还以为袁承泽已经完成任务回来，于是便连忙说道：“进来吧。”门没锁，房门被人从外面轻轻推开。吴书航立刻开口道：“买回来了吗？让我试试看。”吴书航对卡萨布兰卡这种地方能够买到的价值，并不抱任何希望，他只是想买一个应对一下，以免被人看出端倪。所以对袁承泽这么快回来，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房门推开，闪身进来的那个男人却不是袁承泽，而是看起来比袁承泽年轻不少，又戴着口罩的陌生男人。吴书航顿时惊骇不已地质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叶晨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吴大都督不用这么紧张，我不是来针对你的。另外，你这里的安保工作，对我来说形同虚设。这种地方，我随时想来便可来，随时想走便可走。”吴书彤听对方叫自己吴大都督，便立刻警惕地问道：“你认识我？”叶晨笑道：“我只是听说过你的名字，今天才是第一次见到你本人。”说着，叶晨声音立刻冷酷下来，开口道：“大都督，你如果乖乖配合我，不要大喊大叫，也不要试着向任何人通风报信，我是不会为难你的。相反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希望你能够笑纳。”吴书航看着叶晨，警惕地问道：“杜克矿业的事情是你做的吧？”叶晨满脸坦然地说道：“没错，就是我。想来大都督应该已经拿到了宋如玉的佩剑了吧？”吴书航有些紧张地看着叶晨，质问道：“你到这里来是想把我干掉吗？”叶晨摆摆手：“我刚才说了，我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特地给你送过来的。”说着，他看向吴书航空空如也的左袖，笑着问道：“大都督的左手好像出了些问题，怎么是被吴飞燕派人给斩了吗？”吴书航心里慌乱不已，忍不住问叶晨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叶晨笑道：“我一直关注着摩洛哥和尼日利亚，你们有点什么风吹草动，一般来说瞒不过我的监视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问：“大都督这左手是因何而丢的？难道是因为杜克矿业的失利吗？”吴书航摸不清楚叶晨忽然出现在这里到底是什么目的，于是便问他：“你到这里来究竟要做什么？”叶晨笑道：“我今天过来就是想一睹大都督你的风采，只是没想到大都督竟然成了残疾人，没了左手以后，想来应该会很辛苦吧。”吴书航心中忐忑，但面上还故作镇定地说道：“先生到这里来，有什么事情就不要绕弯子了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在他面前坐了下来，微笑道：“实话实说吧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来给你送温暖的。”说着，他掏出一颗重塑丹来，淡淡道：“大都督，请看这枚丹药，它名叫重塑丹，顾名思义就是重塑金身的意思。别说你只是少了一只左手，就算是现在把你砍成人质，只要吃下这颗丹药，也能让你的手脚顺利地长出来。”重塑丹，吴书航看着那丹药的双眼顿时瞪得老大。他刚刚还在想，如果自己想要恢复成真正的正常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得到一枚重塑丹，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几乎不存在有第二种可能。可他之前对这个是非常悲观的，毕竟这种丹药价值昂贵，自己何德何能去搞到如此一枚神药。随后他看向叶晨，苦笑道：“先生就不要在这里调侃我了，重塑丹堪称是救命神药，只要有了它，哪怕被人打得只剩大脑也能够满血复活。
如此贵重的丹药，我都不能确定阴主他老人家有没有。你随便掏出一颗丹药来，就告诉我是纯素的，我又怎么可能会信呢？叶晨没说话，而是直接把丹药丢向他。吴书航下意识伸出2只手去接，可生出来那一刻才发现自己只剩下1只右手。他堪堪用右手将丹药抓住，本能地端详起了这枚丹药。他能够闻到这丹药精纯的药香味道，一看就不是凡品，不过是不是重复？但他心里也不敢相信。叶晨这时候开口道：“直接把丹药服下去吧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的断手就会重新长出来了。”吴书航问他：“你我素未谋面，而且互为敌人，我实在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帮我，而且我怎么知道这丹药里面有没有诈？”叶晨讥讽道：“我能不惊动任何人出现在这里，也能随时要了你的狗命，对我实力悬殊这么大，你觉得我有必要上门来骗你这一次吗？”吴书航小心地问：“可你为什么要把这丹药给我？你是想让我背叛阴主吗？”叶晨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今天给你这枚丹药，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情来补偿，我只是单纯看他吴飞燕不顺眼。既然他喊了你的手，那我就要让你的手重新长出来。”说罢，叶晨命令道：“我给你3秒钟时间把丹药吃下，不然的话我就要收回了。你要记住，过了我这个村，就再也没有这个店了。”吴书航心中犹豫挣扎半天，依旧不敢尝试眼前这个陌生人给自己的丹药。他毕竟是吴家自己人，他很清楚阴主控制所有人的手段，除了用家人作为长期人质之外，还有一个看家法宝，就是种在这些人身体里的剧毒。自己因为是吴家人，所以便省去了服下剧毒的环节，所以他担心叶晨递给自己的丹药是另外一种，一旦自己又被他控制，那将来再想有什么翻身之日，就是标准的痴人说梦了。叶晨见他面有惧色，心里便些不太耐烦，紧接着他便以极快的速度，大步流星来到了吴书航的面前，随后一手将丹药从他右手中抢回来，另一只手便直接捏开了他的嘴巴，接着他的右手便像扣篮一样，用力拍在了吴书航的脸上，直接将那丹药从吴书航的口腔拍进了胃里。叶晨见他慌张不已的样子，淡淡道：“不用这么紧张，你只是少了区一只左手而已，所以丹药见效会非常快的，只需要耐心等待5-6分钟，你的左手就能重新长出来。”